当澳大利亚以超 6.5 万美元人均 GDP 稳坐发达国家第一梯队时，同样地广人稀的蒙古却还在贫困线上挣扎。2020年，蒙古人均 GDP 仅4040美元，这一数据不仅远不如其陆上邻国中俄，同时自1989年以来，蒙古以美元计价 GDP 上涨幅度不到3倍，远远落后于同期全球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何坐拥金山银山的蒙古贫穷至今？根源在于蒙古神奇的在中俄之间选择了美国。虽然我在开头用澳大利亚对比蒙古，但从客观事实上讲，在工业时代，蒙古人本应比澳大利亚人还要富裕。蒙古国总面积约为澳大利亚的1/5，而人口只有澳大利亚的1/7。同时，与中央沙漠占据了大部分面积的澳大利亚等国相比蒙古高原上的戈壁环境虽然同样恶劣，但却蕴藏着大量的矿产资源。截至2020年为止，蒙古国境内探明的矿产超过6000处，煤炭、铜矿以及金矿的储量都位居世界前列。以现有探明储量计算，蒙古国人均煤矿拥有量超5万吨，铜矿产拥有量超10吨，黄金矿产拥有量超10公斤。同时，蒙古国还有20亿吨铁矿、2亿吨磷矿、15亿桶原油以及其他多种矿产资源。这些数据是什么概念我们不妨再来看另外一个资源型国家智利。作为全球第一大铜矿石生产国与出口国，智利的2000万人口依靠着2亿吨铜矿储量，维持着 1.5 万美元左右的人均 GDP。而蒙古国仅铜矿一项，人均拥有量就超过了智利，更不用说蒙古还拥有着其他数十种矿产。有些人会质疑蒙古人之所以没能靠矿产发家，是否是因为蒙古国的矿产都是难以采掘的劣矿？如委内瑞拉与沙特都是产油国，然而委内瑞拉生产一桶原油的成本是沙特的4倍以上。蒙古是否也面临这种困境？资源品质差异确实存在，然而蒙古却并非劣矿受害者。以蒙古另一种核心资源煤炭为例，蒙古境内的绝大多数煤矿都以露天形式存在，开采风险与开采成本都远小于地下煤矿。如蒙古国南方的塔温陶勒盖煤矿，不仅储量居世界前列，同时出产的煤炭中超40%都是具有特殊工业用途的高焦油煤。如果上述事实都是真的，蒙古的整体经济水平理应在澳大利亚之上，至少不会逊色于依靠铜矿度日的智利。然而现实是，蒙古早在上世纪就已经拥有了其中的大多数矿产，但却从未过上过富裕的日子。为何蒙古国内的政治态势决定了这个国家无法真正享受资源带来的红利。蒙古矿产无法变现的直接原因，实际上是蒙古国国内极为落后的基础设施无法支撑其对矿产资源进行完全开发，导致今天蒙古国一贫如洗的最大责任人是在上世纪一手操办了外蒙古脱离中国的苏联。为了执行自俄罗斯帝国时代以来的向南扩张政策，同时为了在中国境内制造同中国的缓冲区，苏联扶持蒙古人民党，让外蒙古强行脱离中国。实际上，苏联在外蒙古独立中的一系列操作都是服务于其政治需要，但这种只管成家不管立业的做法，在上世纪坑死了外蒙古。作为一个纯粹的内陆国，蒙古的经济繁荣完全仰仗其陆上邻国。在中国内部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苏联是蒙古在上世纪唯一一个能仰仗的对象。然而苏联是什么态度？苏联自斯大林开始连续多次拒绝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加盟国的身份加入苏联。起初，蒙古领导人认为是自己的诚意不足以打动苏联人，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掏空家底，向苏联提供了超500万头牛羊在内的大量物资。然而战争结束后，苏联人依然不为所动。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没有任何一个苏联领导人接受蒙古加入苏联的请求。苏联人如此行动的动机非常简单，蒙古能给的我们都有，而蒙古想要的我们都不想给。虽然苏联人堪称蒙古国国父，但苏联从没有把蒙古当成过自己人。在苏联人看来，蒙古国虽然矿产资源丰富，但苏联领土广袤，蒙古又远离欧洲，苏联不需要蒙古的矿产，也足够供应自己的工业。另一方面，蒙古地广人稀，自身实力孱弱。早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就获得了驻军蒙古的权利，同时蒙古的内政外交也都悉数听命于苏联。让蒙古并入苏联，除了能让苏联版图变得更大一些之外，毫无益处。苏联还要包办获得苏联国民身份的数百万蒙古人，这笔买卖怎么做都不划算。因此，不管蒙古人民党做出多少次请求，苏联都不为所动，拒不接纳蒙古成为苏联的下一个加盟国。这样的蒙古自然无法获得苏联的投资，矿产变现自然也无从谈起。在苏联时代，蒙古国的人均 GDP 自始至终远远落后于苏联的整体水平。然而，随着苏联解体，笼罩在蒙古上空的阴云消失不见。
此时的蒙古仿效那些资源型国家，吸收大量投资，走出资源型国家该有的富强道路，本应顺理成章。然而30年过去了，蒙古国内的经济水平比较1990年进步极为有限。为何？长期被苏联压制的经历让蒙古走上了一条任性的死路。当我们进入蒙古国家大呼拉尔，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个人口仅360万的小国，其国会居然有5个党派以及一小撮无党派人士共同分享。而加上那些未进入国会的党派，蒙古国内居然有至少16个各种党派。然而在冷战时期，蒙古人民革命党不仅是蒙古的执政党，同时也是蒙古国内唯一的合法政党。实际上，对于蒙古这种人口体量的国家而言，很难说能诞生出组织先进、理念架构完整的政党。蒙古国的许多新兴政党自一开始就不是所谓政治意见相同的人的集合，而是单纯的派系抱团的结果。以如今主政蒙古的蒙古人民党为例，该党派是前蒙古人民共和国执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直接继承者。然而，苏联前脚解体，这个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就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左翼政党，还抹除了党名中的革命二字。蒙古人民党如此，那些冷战后建立的蒙古政党更加如此。蒙古国另一大党民主党就是当年苏联解体时蒙古国内那些亲近西方的人抱团取暖的产物。而前蒙古第3大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则更直接，这个党派就是在真正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于2010年改名时，前党主席另起炉灶建立的一个围绕他一人的新政党。小国却拥有如此之多的党派的结果，就是党派林立，朝令夕改，同时组织成员与领袖对党本身也没什么认同。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些冷战后成立的党派，其目的都是在蒙古国会上争权夺势，没有一个党派有决心花费10年时间更新蒙古的基础设施，从根本上改变蒙古国贫穷的态势。可是党派林立也未必没有解法，只要能引入外国投资，不同党派的政府都能在经济发展中分到一杯羹。然而蒙古国内政党来来去去，但在引入外资方面却毫无作为。为何？因为蒙古国内对立的党派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投靠美国。2005年9月，蒙古总统访问美国，2个月后，小布什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访问蒙古的美国总统。在当时，《华尔街日报》盛赞蒙古已成为向民主体制转变中的范例，还表示蒙古能成为应对中国崛起的前沿。但从经济上讲，蒙古选择搞好同美国的关系没有任何意义。作为一个以资源出口为主的内陆国，蒙古想将资源变现，必须依靠其陆上邻居。然而，蒙古只有中俄2个陆上邻国，这意味着蒙古想吃资源红利，必须做出中俄2选1的选择。然而，蒙古最终没有选择中俄之间的任何一国，为何？实际上，蒙古并非不想选择俄罗斯，而是根本无法选择俄罗斯。在苏联时代，蒙古尚可以矿产与对抗中国的前线为砝码，让苏联领导人考虑是否接纳蒙古。但到了俄罗斯时代，俄国本身就是资源出口国，且中俄之间又逐渐走近，于情于理，俄罗斯都不再认为蒙古有任何值得接近的价值。但蒙古不去选择中国，则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恶意与胆怯。实际上，同外蒙古相比，如今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内蒙古不仅拥有更多的蒙古族人口，同时也是更加正统的蒙古继承人。在内蒙古尚穷的时代，外蒙古尚且可以通过相对而言的富裕生活证明其独立的正当性。而当内蒙古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景下，所有经济指标都全面超越外蒙古时，越同中国接近，越显得蒙古统治阶级的失败。而一旦让民众认识到这种失败，那么不管蒙古国前景如何，蒙古统治阶级的合法性都会彻底丧失。正因为如此，即使中国是蒙古矿产的第一大买主，也是唯一一个能帮助蒙古更新基础设施的国家，蒙古也一直同中国保持距离，并不停强调其独立性。然而，蒙古毕竟是小国，抱大腿不一定有用，但却能安抚民心。也正因如此，蒙古执政党在无法选择中俄的前提下，果断选择了其他国家中最强大的那一个——美国。然而，这种选择虽然具有合理性，但对于蒙古人民而言，是福是祸，就只能留待历史评说了。